2026年6月9日上午，在平壤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的院子里，金正恩和平平在种一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等等，走错片场了，重来。金正恩和平平种的是同一棵葱树，他俩轮流往树坑里铲土，然后浇水。可能因为两位的骨架都比较大的缘故，树高的夸张，这趟行程的配置是顶格的。金正恩两口子亲自到机场接机，21响礼炮。但这场访问真正值得看的不是这些，大家最关注的是中朝两边的通稿、致辞、署名文章。官方文本里有一个词，从头到尾一次都没有出现，无核化这3个字。过去20年盯在中朝关系的正中央，是北京对平壤所有耐心的前提。好，问题来了，朋友们。9年前，2017年，中国在纽约的安理会1年之内3次举手赞成把朝鲜往死里制裁，煤炭、海产、纺织、石油，一刀一刀割掉朝鲜96%的出口。9年后，平平亲自飞到平壤铲土浇水，然后对着这个国家的60枚核弹头保持沉默。中间这9年发生了什么？各位好，我是苟胜。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讲讲金正恩的赌局，他赌了，貌似现在还赌赢了。2017年8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议事厅那张著名的马蹄形大桌子，第2371号决议表决，15只手齐刷刷举起来，不同意的没有，全票通过。朝鲜的煤炭、铁矿、铅、海产品出口一刀全禁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当场放话，这是一代人以来对任何国家最严厉的一揽子制裁。朝鲜将失去1/3的出口收入，一年大约10亿美元。这次制裁起因是那年7月，朝鲜1个月里连射2枚洲际导弹，射程足够罩住美国本土。制裁之后，朝鲜还不服啊！仅1个多月后，9月3日，朝鲜在丰溪里搞了第6次核试验，自称炸了氢弹。你不服我就接着来。9天之后，第2375号决议又是15-0，纺织品出口禁掉，成品油进口设上限，海外劳工不许再新增。可嘿，朝鲜还不怂，11月底试射火星15，新一代洲际导弹，那国际社会哪能忍？紧接着12月，第2397号决议还是15-0，这一次下手最狠，成品油进口上限直接砍到每年50万桶，50万桶摊到朝鲜2500多万人头上，一人一年3升出头，2瓶大号可乐的量。3道决议叠起来，盖掉了朝鲜2016年出口商品的96%。2017年8月8日，新泽西特朗普在他自家的高尔夫俱乐部川宝对着镜头撂话，朝鲜最好别再威胁美国，否则将遭遇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火与怒。9月，联合国大会，他站在全世界面前给金正恩起了个外号火箭人，说这位火箭人正在执行一场自杀任务。金正恩回敬了一篇声明，骂川宝是个老糊涂，他用的那个英文词太古老 dotard， 美国人看不懂。当天美国人集体翻字典，韦氏词典的检索量还直接爆表。这部连续剧一路演到2018年元旦，金正恩在新年贺词里说，核按钮就在我办公桌上。川宝隔天发推，我也有核按钮，比他的更大更有劲，而且我这个真按得响，口水仗热闹。可金正恩的钱包真的疼啊。时代周刊的记者在制裁加码的当口去过丹东，鸭绿江上那座中朝贸易的命脉桥，以前每天100多辆运煤卡车排队过江，那阵子缩到了20-30辆。讲到这儿，有个问题值得你用聪明的脑壳想一想，中国和俄罗斯为什么3次都投了赞成票？先说北京啊，小粉红说了，说中国举手是装样子啦，心里其实乐见朝鲜拥核去恶心美国，这个说法经不起查账。从2006年朝鲜第1次核试验起，每一次北京都公开谴责了，而且措辞一次比一次重，这真不是演给华盛顿看的，逻辑就摆在地图上，核试验场就在咱家门口。丰溪里一声闷响，沿边的桌子跟着晃，万一哪天出点岔子，核污染可不认国境线。而且啊，朝鲜拥核等于给日本和韩国递上了跟进的完美理由。你 happy 我也 happy， 东北亚和多米诺一张牌接一张牌倒下去，我们可受不了。所以中国那3张赞成票是真心的。中国还有一层悄咪咪算计，3道决议把朝鲜对全世界的门全焊死了，唯一剩下的一扇开在丹东。制裁执行的越彻底，朝鲜对中国的依赖就越深，一边拉紧绞索，一边握住唯一的氧气管。莫斯科呢，那时候的俄罗斯在朝鲜身上没有任何刚需，一张顺水人情给中美的赞成票，又不要钱，所以2017年那根绞索能工作，在于5只手同时握着绳子，
只要有一只手松开，绳子就是个摆设。顺便说一句，到2017年，金正恩已经执政6年，平平也干了5年了。可他跟平平这位隔着一条鸭绿江的邻居一次面都没见过。北京对这个30出头的年轻人观感复杂，平壤对北京那3张赞成票记在了金正恩小本本上。我要和你赌家产。哼，你有个鸡毛家产呢？那就赌核弹。哈，行，好，我跟你赌。开牌吧，同花。你出钱，行，管你同不同花，我王炸了。刚刚没说玩啥，咱们赌斗地主。你耍赖，你不要脸，下次不和你玩了。我管你的。You don't have the cards.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18年那会儿，川宝闹着要和金正恩见面。2018年3月25日深夜，一列墨绿色的装甲专列悄悄驶过鸭绿江。北京方面没有预告，平壤方面没有声张，直到专列离境，新华社才发通稿。金正恩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这是他执政6年多来第一次出国。然后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的行程。5月，大连，平平和金正恩在海边并肩散步。6月，新加坡跟川宝握完史上第一次美朝首脑会晤的手，签完一份措辞模糊的像星座运势的联合声明。接着，金正恩第3次进京，2019年1月7日，第4次进京。1月8日是他35岁生日，那一年的生日他是在北京过的。去跟美国人摊牌之前，先到老大这儿交个底。接着2019年2月，那列专列开出了他史上最长的一程，从平壤出发，穿过整个中国，哐当哐当开了60多个小时，4000多公里啊，到越南河内去赴跟川宝的第2场牌局。2月27号和28号，河内大都会酒店牌一摊开，尴尬了，双方发现彼此要的东西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金正恩的开价，他的外长李永浩后来在深夜紧急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了，朝鲜不要求解除全部11项联合国制裁，只要求解除2016到2017年通过的5项，是前面说的那一套：煤炭、海产、纺织、石油、劳工。李永浩的原话是解除妨碍民生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那部分。作为交换，朝鲜愿意在美国专家的现场见证下，永久彻底地拆掉宁边核设施。听着挺像回事吧？但在美国的账本里，这5项民生制裁是绞索上最要命的几个结，是逼朝鲜回谈判桌的最大本钱。而宁边之外，朝鲜还有别处的铀浓缩车间。美国情报界又不是吃素的。第2天，川宝瞎要了高价，隔着桌子递给金正恩一张纸。路透社后来独家拿到了纸上的内容，韩英双语，白纸黑字，美方要求朝鲜把核武器和核燃料全部运出国境交给美国，外加拆光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全部弹道导弹项目。这是当年利比亚卡扎菲的剧本。卡扎菲交完作业之后是什么下场？金正恩比谁都熟，原定的工作午宴取消，川宝提前2个小时开记者会，撂下那句名言：有时候你必须离场。这就是其中一次。金正恩这下气死了，一个把最高尊严写进国家叙事的领导人，坐了60个小时的火车，横穿整个中国大陆，当着全世界的镜头到场。然后你说，那我走。河内这一趟，金正恩花60个小时的车票钱，买回来一个结论：生意谈崩，不是价钱没谈拢，是这张桌子上压根不存在他能成交的买卖。美国人要的是卡扎菲那套剧本，他给不起，他要的是松绞索，华盛顿不肯卖。绞索这个东西，弹是弹不开的，他知道握绳子的手得自己松开，可别忘了，那根绳子上有5只手，5只手能同时用力，靠的是一件比朝鲜大得多的事。华盛顿、北京、莫斯科这些彼此看不顺眼的大国，还愿意为同一件闲事坐上同一张桌子，这份默契就是冷战后这栋世界秩序大楼的承重墙。墙不裂，手不松，手不松，绳不断。绞索要勒死他，5只手得天天一起用力，一天都不能歇。他要翻身，只需要其中1只手松一次，全世界都以为时间在勒死金正恩，只有他自己算出来，时间勒的是那5只手。中间这2-3年，朝鲜只剩一件事可做了，在制裁的水面之下先活着。3招，第1招，用公海上的暗船。联合国有个专门盯朝鲜的专家小组，8名各国专家，2009年成立，1年2份报告
是全人类了解朝鲜制裁执行情况的唯一一双官方的眼睛。先看他2020年报告里记下的猫鼠游戏，朝鲜的油轮和货船一出港就关掉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这相当于夜里开车关大灯，然后在黄海、东海的公海上跟来路不明的油轮船舷贴着船舷，管子一接，石油过驳，煤炭反着走，同一条航线卖出去换钱。光2019年头8个月，朝鲜就这么往外卖了370万吨煤，其中280万吨是在海上转给中国的驳船运走的。当然美国人不是没盯着，光2020年1年，美国那边监测到中国沿海32起对朝油品走私，555起朝鲜煤船把煤运进中国，美方给中国海军和海警发了46次通报，附坐标和照片，中方的回应基本可以概括为以毒乱回。第二招，去抢虚拟货币。区块链分析公司 Elliptic 统计，从2017年起，朝鲜黑客组织 Lazarus 累计偷走的加密货币超过60亿美元。最经典的一单在2022年3月，一款炼油的跨链桥被掏走6.25亿美元。FBI 事后说是朝鲜干的，60亿美元差不多等于制裁前朝鲜2年多的出口总额。可是话说回来，绞索勒紧的到底是谁的脖子？这几年，火箭照样上天，核材料照样浓缩，真正断顿的是化肥、药品和柴油，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恼火。联合国自家的人道机构这些年一直也在文件里抱怨制裁的次生灾害。美国说要掐掉朝鲜政权1/3的外汇，这话没说错，但那1/3里既有买导弹的钱，也有买化肥的钱，绞索分不清这个。平壤的算盘恰恰打在这上面，政权把痛苦转嫁给最底层，自己该花的钱一分不省。极限施压的全部前提是赌对方政权心疼自己的老百姓，这个前提在朝鲜不成立，所以到2021年底，棋盘上是一个标准的死局，朝鲜半死不活，制裁办通不通，谈判彻底冻住，赌徒继续等，直到2022年2月24日凌晨，基辅郊外炮响了。俄军坦克开进乌克兰那一刻，全世界都在算这场战争谁输谁赢。俄罗斯需要支持，平壤下注的速度快得惊人。2022年3月，联合国大会表决谴责俄罗斯入侵，141国赞成，反对票一共就5张。俄罗斯、白俄罗斯、叙利亚、厄立特里亚、朝鲜。7月，朝鲜宣布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2个人民共和国，全球第3个承认的，排前面的只有俄罗斯自己和叙利亚。2022年那年开年，朝鲜导弹试射的密度创了历史记录。按2017年的老剧本，这必然触发新一轮制裁。美国人也确实照着剧本走了，起草新决议，禁烟草出口，再砍石油上限，拉着各国磋商了整整9个星期。5月26日，安理会表决那天出大事了，13票赞成，然后不同意的请举手，2只手同时举了起来。中国和俄罗斯双双否决，13-2。自2006年安理会开始制裁朝鲜，16年了啊！中国头一次在朝鲜问题上动用否决权。当时情况有变，但变的不是北京对朝鲜核武器的态度，丰西里还是离延边100公里上下，日韩核多米诺还是头号噩梦，变的是中美。2022年的中美关系在自由落体，几个月后佩洛西就要飞台北，中国大使张军就说了，半岛局势走到今天，主要归因于美国政策的反复无常。他还专门补了一句，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人把朝鲜或半岛局势当作其战略或地缘政治议程里的牌来打。这句话的潜台词翻译过来就是，既然你美国把整个亚太都当成对付我的棋盘，那朝鲜我凭啥子还要陪你一起管？这一票否决，完蛋了。2017年那根绞索之所以勒得住，靠的是一套只能拧紧不能回松的机关。你每试射一次，绞索收紧一格，只进不退。2022年5月26日，这个机关断了。从这天起，朝鲜射什么是什么都不会再有任何新的联合国制裁，惩罚的上限被那2只举起来的手永久封了顶。平壤没了绞索的第一反应是把话挑明。2022年9月8日，最高人民会议通过核武力政策法，金正恩宣布朝鲜的拥核地位不可逆，绝不会有先弃核先去核化的事，也没有任何为此谈判的可能。河内桌上那个还愿意讨价还价的卖家正式注销了店铺。从今往后，这世上再没有无核化这件商品，只有我有核武这个事实。然后是把试射的油门踩到底，硬生生把2022年设成了导弹丰收年。11月18日，火星17能打到夏威夷的洲际导弹，紧接着是更要命的火星18，朝鲜第一款固体燃料洲际导弹，2023年试飞成功。
固体燃料啥概念？液体导弹发射前要花几个小时加注燃料，卫星看得见，对手有预警，固体导弹拖出山洞就能点火。留给华盛顿和首尔的预警时间从几个小时压缩到10几分钟。这里试射这件事的性质已经悄悄变了。2017年试射是挨制裁的原因，2022年以后试射成了再也不会有新制裁的证明。每一发导弹上天都是在替金正恩验证世界裂缝是真的，而且还在变宽。接着2022年下半年，莫斯科很急，乌克兰战场打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炮战，俄军火力全开的时候，一天倾泻几万发炮弹，自家兵工厂就算3班倒也填不上这个窟窿。现在咱做个小测试啊，假设你是普京，翻开全球军火库存地图，按3个条件筛选，谁手里囤着海量的自己军人用着顺手的苏联制式炮弹，谁又不怕西方制裁，谁的政权稳到可以当长期供应商？3个条件过完，地图上只剩朝鲜了。争议上门之前先验货。2023年7月，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到平壤，名义是参加停战70周年纪念。金正恩亲自陪他逛了一场武器装备展，无人机、导弹、火箭炮一排一排摆开。你见过哪家纪念活动的重头戏是逛军火的？这哪里是纪念，这是购物。2个月后，2023年9月，金正恩那列墨绿色专列再次出境。上一次出远门是2019年，去河内60个小时，金正恩空着手回来。这一次方向反了，朝东北开，过图们江，进俄罗斯。普京把会面地点定在东方航天发射场，那是俄罗斯最新的航天港。然后普京领着金正恩参观联盟号火箭的总装车间。俄方记者当场问普京：“您会帮朝鲜造卫星吗？”普京的回答半个弯都不绕：“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啊！”朝鲜领导人对火箭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从2023年8月起，朝鲜罗津港和俄罗斯远东的军用码头之间出现了一条定期航线。几乎同一时间，俄罗斯南部蒂霍列茨克附近的719号弹药库提前开工扩建，新挖出一片月牙形的堆场，仓库比货先动，说明订单早就签了。韩国国防情报本部报告，到今年3月预估，朝鲜光152毫米炮弹就运了超过1500万发，外加220门火炮。按俄军火力最猛的时候，一天3万发算，这批货够他从年头打到年尾，中途不带喘气。武器运输保密纪律也很有俄罗斯特色。俄方明令船员过境期间不许用手机，结果船员们照样往社交媒体上传了几十张航行自拍，背景定位朝鲜。人类最严密的走私链条败给了发朋友圈的本能。那些在山洞里锈了几十年的钢铁，曾经是朝鲜先军政治账本上最沉的一笔死账，卖不掉，扔不得，年年白吃维护费。23年秋天，他们被吊进集装箱，飘过日本海，在乌克兰东部的黑土地上炸响，死账变成了流水，废铁变成了筹码。北京全程看在眼里。24年3月28日下午，联合国还是那张马蹄形大桌子。这天表决的是把监控朝鲜的专家小组的任期照例延长1年。这个小组成立15年，年年续期，从没出过岔子，跟物业续保洁合同差不多，属于安理会日程表上最没有新闻价值的那一类议题。主席念完草案，13只手举起来，中国代表的手放在桌面上没动，嘿，弃权了。然后俄罗斯举手反对，1票否决，13比1，外加1张弃权。专家小组没了，那双替全人类盯了朝鲜15年的眼睛被人当众戳瞎。当然啊，西方的反制跟得不算慢。2024年10月，美韩日英法德等11个国家攒了个替代机制，多边制裁监督小组 MSMT， 接着盯朝鲜，接着出报告。但这时有个法理说不太通了，专家小组背后是安理会授权，代表的是全人类的共识。MSMT 背后是11个国家，代表的是一个阵营。监控录像确实重新装上了，可它从法庭上的呈堂证供降级成了邻居家门口的行车记录仪，拍得再清楚，被拍的人可以只当没看见。摄像头砸掉3个月后，买家老板亲自上门了。2024年6月19日凌晨的平壤顺安机场，普京的专机推迟了好几个小时，天蒙蒙亮才落地。金正恩独自站在红毯上等他，没有夫人，没有礼炮，没有欢迎人群。但平壤市中心那座烂尾了几十年的105层柳京饭店，整面楼体亮起巨幅灯光字，欢迎普京。10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两人签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条约第4条说了，若任何一方因受到武装侵略而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应以一切可用手段，毫不迟延地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共同防御条款，
1961年那份中朝条约里的同款条文从此有了双胞胎。至此，平壤的保险柜里并排躺着中国俄罗斯给的2份保单，签完字，两人到官邸花园开车兜风，坐的是俄产 Aros 防弹豪华轿车，普京先开，金正恩坐副驾，然后换手，兜完风，普京把车留下了，这是他当年送的第2辆，年初已经送过1辆。韩国统一部第2天发声明抗议，豪华轿车属于明令禁运的奢侈品啊！朝鲜，你这是公然炫耀，违反制裁啊！声明措辞严厉，效果约等于0。制裁清单上白纸黑字写着奢侈品禁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哥却亲自把禁运品开到被制裁人的家门口，还要手把手教他怎么挂档。2024年10月，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军事基地出现了一批亚洲面孔的士兵。韩国国情院最先确认，朝鲜人民军首批1500名特种部队海运入境了俄罗斯，随后人数迅速爬到1万多人。整建制的旅，他们换上俄军制服，揣着伪造的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身份证，选图瓦是因为图瓦人是亚洲面孔，证件上的脸对得上。然后这支部队被运往几千公里外的库尔斯克，就是乌军2024年8月反攻打进去的那块俄罗斯本土。头几个月朝鲜打得太惨了，乌军无人机拍下的画面里，朝军士兵以连排规模在开阔雪地里冲锋，一支按上个世纪规范训练出来的军队一头撞进了无人机战争。早期他们用过一套近乎悲壮的反无人机战术，3人一组，一个人站到开阔地上当诱饵，把无人机引过来，另外2个架枪打，代价可想而知。有时连诱饵带枪手一锅端，偶尔还误伤自己人，语言不通，跟俄军协同基本靠比划。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一度推算，照这个损耗率，这批人估计撑不到2025年4月。战场是全世界学费最贵的学校，而朝鲜人是最舍得交学费的学生。几个月后，朝军就开始变样了，学会设观察哨，提前预警无人机，大编队冲锋改成20-30人，甚至5到8人的小队，贴着竖线渗透。乌军缴获的朝军笔记本上，工工整整画着用步枪诱打无人机的图解，跟小学生抄笔记一样认真。乌克兰军情局副局长公开承认，朝军的战术在肉眼可见的进化。就这样，朝鲜在全球最先进的无人机战场上，几个月补完了别人几10年的课。好，现在打开账本，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今年3月出了份专题报告，主笔的研究员叫林秀虎，他算的总账是2023年8月到2024年底，朝鲜对俄军事合作总共入账76.7亿到144亿美元，卖武器占大头，派兵的军饷加抚恤金一共6亿出头，这接近朝鲜1整年的 GDP， 一单生意挣出一个国家的年产值。报告里有句要命的话，如果朝鲜把这些货款全额收齐，对朝制裁最核心的功能掐断外汇就等于被废了。然后说油这条线，联合国给朝鲜定的成品油上限1年50万桶，人均1瓶大可乐那个数还记得吧？白宫2024年5月点名，光3月1个月，俄罗斯就给朝鲜运了超过16万5千桶。根据卫星图像，朝鲜油轮船队访问俄罗斯远东油港40多次，估算输入超过100万桶上限的2倍，这还只是算了一个港口的。那么这些钱落到平壤街头是个啥画风？来，跟着狗剩逛一圈2026年的平壤。华尔街日报前2天讲了一位去过朝鲜100多次澳大利亚一个旅行社的老板，疫情后头一回重返平壤的故事。他说，接他的朝鲜翻译掏出智能手机，打开一个打车软件下单，屏幕上出租车的小图标一点一点挪过来，旅行社老板看傻了。不止打车，这2年陆续进入平壤的旅行从业者和外国访客拼出了一幅街景：公交、地铁刷手机，电影票手机上买，外卖手机上点。最绝的是，朝鲜手机那个电子钱包里还能买理财、企业债，1年期年息6个点呢，3年期7个点，你说搞笑不？一个按制裁设计图纸，早该油尽灯枯的国家，老百姓在手机上抢年化7个点的理财产品。吃的呢，在朝鲜凯旋门旁边开着一家炸鸡店，原味和香辣2种，配薯条，蘸朝鲜醋和芥末。一家新加坡人投资的快餐连锁，在平壤铺了30家店，主打汉堡，菜单上不写汉堡，那是帝国主义，写的是碎牛肉加面包。咖啡馆从平壤一路开到了咸兴，一杯咖啡顶普通馆子5顿饭的钱，照样有人喝。记者们陆续记下的清单还有柴火披萨店，街上跑的中国产电动车，百货商场的货架上甚至还有香奈儿。楼盖得更凶，金正恩2021年立了军令状，平壤5年5万套住宅，1年1万套，这个速度比同期的洛杉矶和芝加哥盖的都猛。还有海边，圆山、葛麻半岛4-5公里长的白沙滩上立起来400多栋建筑，
高层酒店、别墅、水上乐园、啤酒馆、百货商场，配套修了有轨电车。韩国媒体管它叫朝鲜的夏威夷，但账本得两面翻。看看朝鲜菜价这一页，大米2023年1公斤5000朝元，2025年19000，2年将近4倍。朝元的黑市汇率从8000换1美元跌到36000换1美元。首尔国立大学的金炳传教授做过一项基于脱北者证词的研究，结论是朝鲜普通家庭的收入2017到2022年几乎腰斩。韩国央行估的2024年朝鲜 GDP 增速是 3.7%，8年来最快。但你把这个 3.7% 拆开看，跳得最高的是哪一项？重化工业 10.7%， 历史记录啊！重化工业就是搞军工的，所以平壤的繁华不是谎言，是切片。楼是真的，炸鸡是真的，手机理财是真的，米价翻4倍是真的，大部分家庭收入腰斩也是真的。战争的钱灌进了平壤的玻璃幕墙和圆山的白沙滩，也灌进了米价里，灌进了部分权贵手里。这个国家此刻的样子，像一个赌徒赢了大钱之后，客厅换了新沙发，饭桌上添了炸鸡，穷亲戚的钱还欠着，还有中国的一根输血管，这2年悄悄接了回去。今年3月12日，中断6年多的丹东到平壤的95次国际客运列车重新驶过中朝友谊桥，首班车一票难求。半个多月后，中朝民航客运恢复了。到4月，海关月度数据里的中朝贸易额回到了8年来的高位。俄罗斯那根管子是战争插上的，战争一停就得拔；中国这根管子是地理插上的，谁也拔不掉。2根管子同时供血的此刻，就是金正恩这场赌局的最高点。去年93阅兵，平平站在正中间，普京和金正恩两人一左一右。中俄朝3国最高领导人上一次在阅兵式上同框，还是1959年那会儿，毛泽东、赫鲁晓夫和金日成。66年后画面重现。金正恩为什么挑这个时候给北京递台阶？咱们回到赌桌上看，俄乌战争一旦停火，朝鲜对俄罗斯的价值会立刻跳水，炮弹没人要，士兵没人雇。事实上，今年开年，罗津港那条航线已经很明显冷清了。追踪机构统计，上半年只逮到零星几个航次。一来，俄罗斯自家产能爬上来了；二来，朝鲜山洞里的存货也快见底了。老赌徒最要紧的修养，不是下注，是离桌。趁手里的筹码还值钱，换成现钱揣好，走到下一张桌子边上坐下。下一张桌子的牌面，去年12月先露了一脚。中国发布军控白皮书，研究朝鲜问题的学者们逐字核对后发现，过去几十年雷打不动的那个提法，朝鲜半岛无核化没了。然后你看一眼这2个月的日程表，5月14日川宝飞抵北京跟平平会谈，5月20日普京到北京，3个星期之内，平平先后接待了2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然后6月8日中午，他自己的专机落在了平壤顺安机场。最妙的是，平壤在这中间干了什么？6月3号到4号，金正恩视察了一处刚刚公开的铀浓缩设施，对着镜头誓言核力量要指数级增长。6月6号，平平降落前2天，平壤一天干了2件事。第一件，金正恩去了军需工厂，听取扩大导弹产能的汇报。客人后天上门，主人今天先把橱窗里的核弹头一枚一枚擦亮。第二件，6月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放话说，5月的西川北京会谈重申了朝鲜无核化的共同目标。金与正就隔空开火了，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是美国惯用的散布虚假信息的把戏。华盛顿还没从不合时宜的迷梦里醒过来，然后他加了一句轻飘飘的话：朝鲜对那场会谈的内容有最准确的信息。你听出来没有？最准确的信息从哪来的？平壤又不在那间会议室里。一个合理的理解，北京把闭门会的内容通报给了平壤。2018年是金正恩在见川宝之前进京交底，2026年轮到北京在见完川宝之后向平壤交底。8年时间，交底这件事还在，但是方向倒了过来。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的最新年鉴，朝鲜的核弹头从去年的约50枚涨到约60枚，估计库房里的裂变材料还够再造至少30枚。朝鲜人显然决心在习近平访问期间把中国的态度也敲实了。金正恩在欢迎宴会上管平平叫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尊重值多少钱不好说，但通稿里没有无核化，这个是可以验货的。那么绞索另一头的国家呢？首尔，李在明政府去年上台后全面转向缓和，停了边境的扩音喇叭，统一部新发的白皮书，把朝鲜半岛无核化软化成了无核的朝鲜半岛。主语没了，时间表也没了。平壤的回应是金与正的2份声明，一份说对首尔的示好没有兴趣，没有理由见面，也没有问题可讨论。华盛顿呢，
川宝管朝鲜叫 sort of a nuclear power， 意思是说朝鲜算是某种核国家。半句口语撕开了美国官方坚持30年的立场。至于北京，这手两头压住做下来，得失要两面记账。得的是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定价权，朝鲜9×5的合法贸易走中国，丹东那扇门，全世界只有北京能开能关。那根氧气管收的就是这笔保管费，收费方式不是现金，是依赖。是的呢，他配合拆掉的那套制裁机器，曾经也是他自己管住平壤的缰绳。弃权票删掉的无核化，每一步都换来了平壤的笑脸，也每一步都交出去一件勒马的工具。现在缰绳没了，只剩门，门管得住贸易，管不住离心机，怎么跟一个拥核的邻居长期相处？这道题，北京没有答案，华盛顿也没有。回看这9年，金正恩没有赢在国力，他的国家到今天还有差不多一半人吃不上饱饭。他赢在判断，他没有推倒那栋楼，他也没那个力气。他比所有人早一步看清，这栋楼的承重墙裂了，然后把全部身家压在裂缝会变宽上。2017年，他不妥协，疯狂试射，人人都觉得他疯了，因为那年裂缝还看不见。2022年以后，莫斯科的否决，北京的弃权，华盛顿的口径漂移，每一只从绳子上松开的手都坐到了他对面，陪他把这一注咽到底。2018年新加坡那场握手，全世界赌的是朝鲜还能撑几个月。8年后问题反了过来，那棵葱树已经栽在干部学校的院子里，外交官都爱种树，因为树寓意未来。可金正恩这棵树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别人的树靠浇水长，他这棵靠世界的裂痕。问题是，这个世界还会继续给他裂缝吗？看看2026年的世道吧，我猜不缺。好了，我是张狗剩，我们下期见。